说书生百无一用，谈笑那风声，只靠那三寸不烂。莫笑文人渔夫寒酸，大肚能容，便有那一担重钢，一担重钢。也知道自古漫漫人生路，只不过这人间世道不该拼的拼，不该富的富，也知道难得糊涂才是福，却忍不住要为天下掌声。那层层叠叠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，异口同声要断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路。一个年代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支独笔，写出那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千古传奇，一步步。谁说书生百无一用？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臣有。臣与和珅、陈祖辉会审王胆旺、王廷赞，在铁证面前，他们又供认，当时建良之意请旨，皇上尚未下旨恩准，王胆旺便已开始暗自实行，实属胆大包天。建良出使，他们没有收过一担粮食，全部折合成了银两，而且每个监生还要追加公费4两，杂费1两，每个监生要交55两银子。王廷赞接任布政使后，又加收杂费1两，升至56两啊！皇上，哼！还有，甘肃历年所报灾情全是捏造。事先各道府县守汇聚布政使司衙门，王胆旺已将各地的灾情分布好，也就是说，每年年初的时候，他已经定好了各地受灾的情况，然后把建粮指标的额度分配到各地，也从不派人勘察监督。而且也从不用此银购粮放赈。26州县申请建仓储粮，国库为此而调拨20万两白银，也全部被他们吞没。本应建仓储粮，却未见一砖一瓦呀！可恶之极！拿4名案犯的黄册来。是这。如此大案，前所未有，闻所未闻。虽然是在现在，朕仍按茂勤殿的勾决之列，素服点烛。杀人是大事，一定要郑重庄严。原总督骆尔锦有失察之过，责令自裁。原甘肃巡抚王胆旺斩立决。兰州知府蒋全迪斩立决。至于王廷赞嘛，朕准其不死，但所报不尽不实，可又擅自加收杂费，咎由自取，斩立决。拿下头来。皇上，以下是侵吞2万两以上，以及赃银不足2万却有贪污建仓之银之事的，共有22人。
斩立决！斩立决！敬请皇上三思，全活其中一二。敬请皇上法外开恩。纪晓岚，你的意思呢？臣的意思，皇上，人情可看，但天理难容啊！就依你说，此22人斩立决。来人，且慢。皇上，犯官尚未完结，以下还有贪污1万两者，共计37人。还有这么多呀？这37人以下还有贪污5000两以上者，共计82人。皇上，甘肃百姓饥寒交迫，全是因为这帮贪官鱼肉乡里，若不诛杀，实在是难平民愤了。陛下，纪云所言大谬。这些官吏平日多有苦劳，只是一时糊涂，区5000两就要他们一命，这实在不公。何大人，你好大好大的口气啊！区5000两，你知道这5000两能在甘肃干什么吗？啊，它能使一村的百姓丰衣足食，它可以买黄花闺女数百人呢。何大人，难道百姓的命就是这么贱吗？纪云，你们别吵了，让朕考虑考虑。车主啊，这。皇上，难道您要任凭这些赃官逍遥法外吗？朕想过了，给所有的犯官分成2万两、1万两、1000两3个不同的等级，2万两以上斩，2万两以下给他们悔过自新的机会。你们意下如何呀？皇上英明。纪云，你为何闭口不语呀？此意，臣不敢苟同。讲。按我大清律法，贪污1000两以上者斩。你以分为3等，分明是为了划定界限。这批贪官如不全杀，使吞舟之鱼漏网，令不法之贪官污吏心存侥幸，继续为非作歹呀！皇上。那好，你指贪污1万两以上者斩监后，9000两以下之优发黑龙江充当苦役，预设不试，妻子不准应考出仕。判完了，有何异议？圣命裁决，臣不敢异议。臣只是可叹。可叹什么？臣看过刑部档案，皇上出政5年，步军统领鄂善因贪污1000两，立即被斩。与如今这些人相比，这鄂善不是死得很屈吗？住口！大胆你犯上！你和珅、陈慧祖，你们出去。这纪晓岚，你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恨贪官，你恨不能把这几百贪官一并的杀了，是吧？是，不如此，不足以震慑天下贪官之黑心。朕的朱笔一挥，他们全死。震慑天下贪官，说的容易啊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？这次甘肃盗斧易上，一扫而光，可是总得有人来补缺吧？可是谁能够保证啊？新来的他就没有贪心的亡命之徒呢？刚刚杀了的都是肥鸭子，可刚刚送来的都是空肚子的鸭子。他们靠什么养肥自己啊？还不是食民而肥。我要是再弄一群恶狼来，为国为民，朕总得有个交代呀！啊，这里面有多少州县官，朕何尝不痛恨他们？可他们在王胆旺的手下，仰人鼻息，唯命是从，进而一体分肥，触犯刑律。这些人法不能免，多少还是有情可原吧。如今罪分3等，
朕以为和珅的想法还是比你周全呐。皇上所言极是，臣谨记在心。不过皇上啊，臣也有一个忧虑，此例一开，这今后官吏贪污个1万2万，他不当回事儿了。秉政之初，百废待兴，非严刑峻法不足以立国威。就说额善吧，1000两银子就要处死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如今幕府民丰，府库丰盈，历代盛世莫如今日。而朕呢，10全武功，4库全书，也许朕是陶陶然了，有点沾沾自喜，自我感觉太好了，所以才敢花这么多银子。而底下上行下效，底的排场也大了，1000两银子也不算什么钱了。臣所虑，正是这个。以史为例，汉武帝唐玄宗，国势之盛，皆为空前，而当初何尝不是兢兢业业呢？后君臣代情，奢靡成风，那唐玄宗竟险些一夜之间丧国辱身，这汉唐国运盛暴而衰，急转直下，从此不可收拾啊！前世不忘后世之师，臣拳拳之心，望圣上见谅。难道在朕的治下也有这种迹象吗？纪云呐，你就是喜欢危言耸听啊！不，皇上，痴迷成性，贪污成风，漏规变作成例，为官者肆无忌惮，人人敢残民以成其私欲，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。最终只能是铤而走险。皇上，臣绝非危言耸听，而是居安思危，冒死直谏。越发的危言耸听了。哼，你明明知道朕不会因为犯言直谏而杀害大臣，所以你才在这儿大胆的畅所欲言。什么冒死直谏？你是给朕撂闲话呢？纪晓岚，看在你一片苦心上，朕只想回复你一句话：今后若有聚敛渎职，进而激起民变者，格杀勿论。走！跪！跪！王兄，上命所差，身不由己啊。我已经关照刽子手了，待会儿一定给老兄来个痛快的。老兄放心，日后老兄忌日何某猪头3升，一定会有一份心意的啊！老兄为何发笑啊？我笑我王某，虽然落到如此地步，可总算死后有人惦记。不知何大人将来有了今日，给你烧纸的又会是谁呢？53刻已到。万贯王党望已验明正身，即刻开刀问斩。何大人，我王某就先走一步了。难得何大人有情有义，我王某投桃报李，在阎王面前先给何大人占个好位置。我阴间等你，我阴间等着你。斩！启奏皇上，今日53刻在杭州闹事，奴才已将王胆望正法。王胆望临行前说过些什么？说了，他痛哭流涕呀，一直在说今生难以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，只有来世做牛做马，再效忠皇上了。那王胆望临行前这几句话还说的不算糊涂，百姓议论如何？奴才当时监斩，在监斩台上，离百姓甚远，一心监斩，没注意听。当时纪大人倒没什么事可干，您问他吧。好，启奏皇上，杭州百姓欢呼雀跃，他们说皇上此举大快人心，可喜可贺。可喜可贺，依朕看是可悲可叹。朕杀的可是他们的父母官啊！皇上说的是呀，
这百姓懂得什么大是大非呀？只要所杀之人比他们地位高、身价大，哎，他们就心中暗喜。今天皇上杀了王胆旺，杭州百姓欢呼；明儿若是皇上杀了纪大人，杭州百姓照样欢呼。是，何大人言之有理。若是皇上下令杀了何大人，那一定是举国欢腾了。这也不是百姓的错，水可以载舟，亦可覆舟啊。皇上圣明。朕今天心情不好，不想听你们说了。你们要没什么话，就先退下去吧。臣告退了。何大人还有话？奴才有件事情，还请皇上示下。王府上下家眷40余口，现关在总督衙门，不知如何处置，请皇上明示。王胆旺食民而肥，本来与家眷无关，但他假借着奔丧的名义潜逃甘肃，那他的家眷就有知情不报之罪。按照大清的律法，男眷全部发配充军，女眷则遣返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。既如此，奴才斗胆想向皇上讨一个赏赐。除了苏青莲，你要谁朕就给谁。苏青莲，朕已经把他留在刑在中了。王胆旺暗度陈仓之事，他不知情，那不知情者不问罪。奴才明白了。朕听说王胆旺把苏青莲许配给你，意欲拉拢，有这事儿吧？皇上明察万里，王胆旺确有此念，不过奴才一心为主，当面回绝了。行了行了，起来吧起来吧。请皇上恕罪。你既然已经当面回绝，何罪之有啊？苏青莲年轻貌美，更何况才高八斗，可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可见是天妒红颜呐。不过朕担心的倒是有人借机落井下石。既然王胆旺生前曾经跟你有过提亲之事，那就算是无缘也是有心呐。那朕就把苏青莲着落在你身上，养在你们家里，你要小心的呵护啊！哎，别让居心不良的小人钻了空子啊！奴才遵旨。哎，朕没坏了你的好事吧？你还没跟朕说你想求谁呢？该不是苏青莲吧？哎呀，皇上太小看奴才了。奴才既然当面回绝了，怎么还会事后找补呢？实不相瞒，奴才看上的是王府的一个小厮，他聪明得很，八面玲珑。奴才想让他弃暗投明，为朝廷出力啊。朕说过了，只要不是苏青莲，王府的何府上下你随便挑。谢皇上恩典。哎呀，恭喜你啊，何大人！这回是近水楼台先得了月了啊！还得月，就算是月，也是镜中花，水中月，看得见摸不着。何大人为何如此悲观？季先生何必明知故问呢？啊，你想想看，皇上亲自过问苏青莲的起居，可见必有深意。我还敢染指吗？我只能将他当菩萨供起来。皇上他日理万机，不会有此闲心的。皇上现在是忙，顾不上，万一哪天得了闲儿呢？皇上励精图治，哪天不忙啊？我看他也是一时兴起，说不定哪天呢就把这小女子给抛在脑后喽。可别，千万别！我倒愿意皇上明儿早上就想起苏青莲来招她进宫，算是给我卸了个大包袱。否则呀，夜长梦多，万一他有个3长2短、大病小灾的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。何大人说的倒也是。哎，季某有个主意。季大人快讲，只要能够尽快把他出手，我言听计从。这个苏青莲呢，她曾破过皇上的绝对，皇上对她印象颇佳。哎，你我不妨有个约定，如果皇上再出这绝对儿，咱们俩就装傻充愣，佯装对不上来。皇上一时心痒，就自然想起这苏青莲来了。你看如何？实在是妙计妙计。咱们都装傻充愣，谁也别抖机了。哎，咱们击掌为誓。击掌为誓，来，哎。小的见过何大人。王大王府中查抄的怎么样了？季大人正在巡视督察。他在，那我就不去了。走。这，老爷，
打道回府吗？还有件事要办，派人找几个强悍精壮的老妈子来等候差用啊，越快越好。小的马上就去办。回府。封箱。极品茶竹5挂，上好茶竹14挂，清明上河图古画1幅。季大人，请。这是皇上跟前的大学士季大人到了。哎呦，季大人你好，请您过目。这是总督府的王师爷专管登基造册。你坐吧，坐吧。听你的口音是北边人呢，跟陈总督多少年了？回大人还不足半年。哦，一个北方人赶到这浙江来抢饭碗，你可以。大人过奖。小的只是管钱粮，临时调了管账，只是细致而已。好，细致就好。这一项项、一款款都要记清楚了，出不得半点差错。是，小的谨记。哦，对了，这账目啊和物品呢，一一对应，不得有遗漏。是。皇上是要查问的，出了差错，小心脑袋。哎呀，难得找着你们这么几个人才，都给我听好了。找你们来，是为了照顾苏青莲小姐啊，一定要好吃好喝，软语温存。她要是撞墙，你们就拿肚皮给我挡着；她要是跳井，你们拿身子给我堵上；她要是上吊，你们拿肩膀给我扛上；她要是绝食，你们就坚持不懈地、不遗余力地，还要轻轻地、柔柔地把她小嘴掰开，一口一口的给我喂。她要是掉了1两肉，我饿你们3天；她要是出了半点意外，我就找几根粗绳子把你们吊起来，找几口宽口的井把你们塞进去。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老爷，小月姑娘来了，说是邀请老爷一起逛街。你笑什么笑啊？这什么好事啊？这边一个还没弄好呢，又来一个。我和珅命中犯女人了，我。两位慢走。您里边请。大人，您好雅兴啊！哦，王占柱啊，当然好雅兴了。那一红一翠全是戏的地方，我也不能去。那是，那是，大人，小的有几句心腹之言，正要向大人禀报呢。那就说吧。大人，这里人多嘴杂，说话不方便，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。哈哈，是陈总督让你来找我的吗？不，全是小的意思，事关重大，大人您不可不知啊。好，也好，那就走吧。山大爷，你赔我们的这些东西，只能抵我们在兰州帮你打架的，不能当人情还哦。行，额外奉送，算是额外奉送。不对，应该说这只是赔偿损失。对啊，赔偿损失。赔偿损失。今儿个还上哪儿打架去啊？上哪儿找去？小姑奶奶饶了我吧，皇上住在杭州城，别惹是生非了。那我们拉皇上一块儿出来玩，多好玩啊！好玩，皇上会跟你出来瞎胡闹吗？说不定啊。今天就算了，以后再说。算了，看看前面有家大珠宝店，咱们上去看一看啊。万一有上眼的呢，我就买给你们，又算是奉送啊。好不好？好。
阿姐，我们真点贵的买，反正马上特有厌。那当然了。武林古玩店，哎，古玩店也有卖珠宝的。来来来，申大爷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武林啊，有架可打啦？打什么架？武林嘛。哎呀，武林跟打架有什么关系？对，我告诉你说，武林呢是杭州的古称啊，过去叫武林，现在不还有个武林门吗？跟江湖沾不上边的。那没架可打了，太没意思了。你看人家一个一个都是文绉绉的，谁跟你去打？就是。好，走，快进来看看。申大爷，啊，最好的。哎，好，我看看再说啊。您挑挑这，放这，我自己看啊，我自己看。您挑挑。好，足。大爷，您这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啊！哎，有什么好的拿出来，我不嫌贵啊！哎，一看大爷您这样，就知道您是大买主。今天巧了，刚拿了一件东西，我待会儿上里面给您去取。大爷，您到那边先喝点茶。那好，来这边走，喝点茶。申大爷，这么多买什么？是啊，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啊！我要最贵的。好的。真难打的。掌柜的，就这位大爷。哎呦，爷，我给您请安了。我听伙计说您怎么要好的呀？咱们这儿可是有。您一看保准让您满意，至于价钱，咱们还好商量啊。别啰嗦了，拿来看看。哎，拿来看，快让爷看看。哎，您瞧，这可真是好东西啊！哎，这花，这哎，你们两位离我们远点。哎，这，下去。哎。这事儿怎么回事？申大爷，这花我好像见过，青莲姐姐好像带过的。你说苏青莲带过的？对。哎，苏青莲带过的怎么可能呢？这个东西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？青莲姐姐遭难，你得把它买下来还给她。买下来容易，不过我得问问，这事儿有点蹊跷。来，过来。哎，这爷，您有什么吩咐？东西是不错啊，是，开个价吧。哎呀，爷，这原价是1000两银子，您要是要呢，我看您也挺爽快的，干脆您就给一半。成。刘全，银票。好，谢谢爷。来，快把东西包上，给爷送府里去啊！好啊，快点。把这个包上。哎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我说东家，还有什么好东西拿来我看看？哎呦，眼下我这儿可没有。您要是要的话，我们对门有，他那儿东西有不少都是价值连城啊。哦，对门也卖古玩珠宝？不，他那儿是当铺，不过我们两家是一个东家。当铺啊？东家是谁呀？爷，不瞒您说，我们东家是闽浙总督夫人的亲舅舅。这就难怪了。刘全儿，陪着2位小姐在这待着，顺便把那东西拿回去啊。给老板，带我到对面当铺看看。爷，停，爷，停。停。哎，伙计，给我们上你们这儿最好的龙井。这是真意，除了您来到我这个店里头，连瞧都没瞧见过。可您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您吧？是。眼下他是不认识我，爸爸亲名不认识。好了，收起来。这东西您都看了，您要吗？可是好几10万银子。这位先生废话不少啊，大爷我既然相中了，我就买得起啊。好了，装箱子。哎，好，贴上封条。好啊，明儿我派人带着银票来取。好，听好了。哎，我要的这些东西啊，少了一件的话，我就砸了你的当铺。啊。
哎，好了，伙计，你也甭跟着了。刘全，把东西带回去。看着你啊！来，这是一点小意思。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。回去吧。哎，这个我拿走了，我去交给青莲姐姐。小月，这个人情还让我来做吧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你要是自己留下怎么办？哎，你就相信我一次行不行啊？一次也不行。哎，小月，走吧。来啊，把这屋给我一回严实了。来！侍卫大人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们这儿可都是正经八百的买卖人。哎呦，侍卫大人，您有事儿吧？对，我们都是正经八百的生意人。对，我也没说不是啊。是。东家是总督夫人的舅舅啊，没错，都是自己人。走，中尉，来，去上里边喝点茶。啊，莫，刚才是不是有人在这买东西啊？还订了东西？是，我是说值大钱的。有，东西都封好了。对，等着取呢。什么？是不是这主犯了案了？是不是江洋大盗？对呀，放屁！瞎你的狗眼了！你是当朝一品大学士啊！来啊！这两个狗眼睛给我抓起来！我们来，封殿抓人！不在家，是不是跑了？嗨，跑不了。两人一组，锁到各城门口，只认东家。一天认不出来，各记40大板，带走。抓！你们下去吧，不叫你们不许进来。是。好，您继续说。那3万两银子，盘下对面的当铺，留作本金。昨天送过去那1000两杂金呢，慢慢变成白银运作。得快换，这个事儿绝不能向外人提起。这我知道，可就是那批珍宝啊，太扎眼，都放在当铺的库房里。有了大买主啊，把它卖出去。大人，舅爷爷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当铺珠宝店被查封了。谁这么大胆呢？皇上带来的侍卫。哦。那我先躲到乡下去吧。不行，每个城门口拴着咱们2个伙计呢，等着指认您呢。你可别露面啊！那可怎么办呢？我这老命要丢啊！你可要想个万全之策。你吵什么？下去。是。事就坏在你的身上。哎呀，怎么能怪我呢？那东西不都你送来的吗？我都藏着，没敢亮。还喊！我先把你捆起来，我再报案。我来个大义灭亲。哎，别呀！我是你太太的亲娘舅啊！你大义灭亲，那好，我也大义灭亲，我如实的招供我。行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先躲我这儿，实在躲不住了呢，你就一口咬定那东西是买的，是人家当的。你快去补几张当票的底子。哎呀，那当铺都封了，我上哪儿补去？我冤呐，我真冤呐，我比那窦娥还冤呢。谁干的呢？怎么这么快就露馅儿了呢？和珅何大人有急事来访。好，快有请。哎，那都无所谓的。你先上厢房等我。何大人到。恭迎何大人啊！敬贺中堂大人。这位是这是我一个远房的亲戚，你先走吧。何大人请。姐，您风风火火的，有什么大事啊？您坐。外边出大事了，你不知道啊？出大事了？我不知道。真不知道？真的。武林珠宝店和当铺让人查封了。哦，不会是府衙派人封的吧？他们没有向我报告。不，是大内侍卫。哦，那
我更说不准了。那两家铺子的东家是谁？你总该知道吧？我知道，那是我夫人的舅舅。不是刚才出去的那个？不，我们很少有来往。他犯了什么事了？从铺子里查出了从王胆旺家抄来的珍宝。这就奇怪了，怎么在那儿呢？是买的，是人当的，这我可就拿不准喽。讲得好，太好了！哎呀，看来好人难当啊！既如此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哎呦，何大人，您可别走，您可别走。有些话我得跟您讲，要不跟您讲呢，我就对不起您了。也好，那你就慢慢讲吧。何大人，不瞒您说，我知道，从宫里来的侍卫不好伺候，可皇上也想到这一节了，曾经专门招臣去，对臣说，你查抄王胆旺会得罪一些人，有人眼热，有人眼红，有人呢找上门来要打你的主意，你可不能软了。只要是敲诈勒索，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中堂侍郎，你都把他锁了来。何大人，您看，看来何某真是太唐突了，我真没想到陈大人居然有皇上做后台。来人，是大人，把我锁了，押去见皇上。滚出去！刘全儿，你也下去。是。陈怀祖，实话告诉你，我还正要想去见皇上，我要让他老人家解解这个谜团。王胆旺府上四周有兵丁把守，那些个珍宝怎么会不翼而飞呢？我看里边有几件珍玩之物，我挺喜欢的，我就拿出来欣赏欣赏，欣赏，于是就欣赏到当铺里面去了啊！还没欣赏够？够了。我怕家里不安全啊，就寄托在这个。行了，别跟我东拉西扯的，坐，坐下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说去。是，何中堂是不是要拉兄弟一把？哎呀，绕了这么个大圈子，你刚把话说到点子上啊！不然的话，我来干什么呀？何中堂，就是我不说，你心里也明白，那何必？我明白归我明白，你说归你说，这可是两码事啊！不是你到底说不说呀？好，你不说我也懒得听啊！我只问你一句话：你是想死，还是想活呀？有谁不想活的？那就首先把自己摘干净。是，只要何中堂大显神通，高抬贵手啊！行，我可以为你上下疏通，左右打点。谢了，你别老谢了，这两句空话填不饱肚子，你得来点能够打动人心的。明白。来呀！是。到后宅取银票1万两。是。2万两。3万两。哎呀，行了，嗓子都喊破了啊！哎呀，看来你们这些封疆大吏，跟我们这些京官到底是不一样啊！哎呀，打发要饭花子打发惯了吧？
10万两，拿银票，快去！是。是谁把这事儿捅出去的呢？纪晓岚？舍他其谁？纪晓岚，你这个王八蛋！我说你们两个有病啊！这样一惊一乍的。怎么啦？先生，你神魂不定的才是有病的。老实说，你到底在想谁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在想那个苏姑娘？哎呀，行，别胡说。哎，皇上刚才训了我一顿，我正在好好反省，闭门思过。哎，对了。你们两个这一天没露面了，跑哪儿去了啊？该不是这个何大人又邀你们一块儿去逛街去了吧？就不告诉你。哎，阿姐，刚才那朵苏青莲的珠花真漂亮，少说呢也得值7、800两银子呢，对吧？还有那红白石头盘子，石头做的假山，还有那爬满锦绣的家具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黄澄澄的如意。哼，可惜了，都被和珅订走了。小月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先你不知道吗？王党万抄家的东西啊，正在当街拍卖呢。你慢着，当街拍卖？是啊。这不对呀，查抄的东西应该进城内务府才对。还有更奇怪的事儿呢，我和阿姐刚离开那的时候就被查封了，听说还是皇上的贴身侍卫封了呢。先生，不是你派人去的吗？我一天都没出屋子，我什么事儿都不知道，怎么会派人呢？真的不是你吗？真的不是。哎呀，那会不会是和珅啊？对，一定是和珅干。那他要干什么啊？抄没王党旺的家，有人却敢去调包。我看，这可能是陈辉祖干的。好啊，20几个人头刚刚落地，又有不怕死的就冒出来了，大汉，真是案中之案。那和珅会被禀告皇上呢？不会。哼，这可是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。和珅怎么会禀报皇上呢？他现在一定在这陈辉祖家里，要好好的敲上他一杠子。那我们赶紧去报告皇上。不用急，不用急。就和珅那个性子，他是不敲足了绝不肯松手的。我呢，这回也学乖了，我得旁敲侧击的告诉皇上。你看你这副样子，哪像反省的样子？哎，我现在不需要反省了，我现在要想想别的事儿了。查抄底册2本，一薄一厚，厚的里边所记的是王党旺府上原本有的物件，薄的里边所记的是现在所剩的物件。我总督府苏立王先生呢？哪个王先生？管钱粮那个刀笔先生王占柱。那个厚的底册不是他的手笔吗？他2、3天没见人影了，不知道哪去了。跑了！抓！总督府的标兵营全部出动，全城搜查，每个城门口都要把守，见到我就抓。这。等等，告诉他们，撰写2份，一份连夜交给府衙存档，另一份呢，要带底册上的所列物件全部封存，呈皇上行在。这去吧。一个书吏，你
你胆子也太大了。王站柱啊，王站柱，出什么事都由你顶上了啊！启奏皇上，陈辉祖报称，抄没王党望家财中有一批珍玩物件，要上呈内务府，现已运至行在，请皇上过目，以便启运北上。我哪有心情看呢？装船运走吧。皇上还是过目为好吧。有必要吗？铁齿铜牙两片嘴，吃的是虾。